恐惧是阻止你变得富有的最大的障碍。你可能认为你害怕失败，然而实际上你可能更担心，如果你失败了，别人会如何评判你。我觉得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有梦想，但又太害怕冒险，不敢走出常规，因为大家都是被恐惧所束缚。时代变了，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也不同了。周末的时候我们和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聊了整整1个小时的时间，分享了一些建议来帮助他。今天就把我们的建议分解成5个原则，分享给你们。任何人都可以遵循着这些原则来致富。你好，我是建平，我是艾拉。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欢迎你先订阅我们，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们每周会用10分钟的时间来介绍投资理财的思维。第1个原则，正确认识你的起点。在你生命的前10年，你只是一个无忧无虑玩耍的孩子，接下来的10年你就被困在了教室里了，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习一些无用的信息，直到你到了20多岁，踏入这个充满挑战的大世界，你才开始弄清楚如何赚钱。所以当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20岁的人开着兰博基尼时，可能会让你觉得很糟糕，但不要为还没有把一切都弄清楚而责备自己。学校系统它没有为真实世界做好准备，说真的，你才刚刚开始。第2个原则，磨练你的斧头，也就是打造你赚钱的核心技能。你需要专注地磨练你的斧头，沉下心来打造你的技能。很多人跳过这个过程，直接开始工作或者创业。他们这么做相当于试图用一把钝的斧头来砍倒一棵树，这根本行不通的。那么如何磨练你的斧头呢？这就要说到掌握高收入技能了。掌握那些每个月至少能赚1万元的技能，比如说视频剪辑、文案写作、高端销售和软件开发等等。这些技能能赚多少，它会随着供需而变化，但掌握其中的1、2项技能就能让你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我认识一个人他还在学校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他的视频剪辑和剪辑的技能了。毕业后呢，他很快就获得了客户，月收入很快就达到了1万元。然而呢，钱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技能带来的机会。这些技能能够让他能够与成功的人互动，或者其他人要付出很多钱才能够得到的有价值的信息。这就是高收入技能的真正力量。它能打开一扇门，所以好好想想你想要打开什么样的门，然后选择1、2个能帮助你达到真正目的的高收入的技能。当然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磨练你的斧头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这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短跑。你不必急于赚很多钱然后炫耀自己，你应该以持久为目标，而不是昙花一现。所以要延长你的时间线，不要认为你会在1、2年之内就赚到100万，或者赚到你的第1桶金。如果你学会了正确的技能，金钱自然就会随之而来，只要相信这个过程就好了。一旦你有了锋利的斧头，即使有人拿走了你所有的钱，你依然能够比普通人赚得更多。大多数白手起家的富翁，他们都说过，如果重新来一次的话，他们能够更快地赚到这些钱，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知识和技能了。第3个原则，聪明的管理和投资你的钱。你的钱就像手中握着的沙子，你越是用力握着，它们就越容易掉。关键是要停止折腾你的钱，不要频繁交易，买这个买那个。你知道沃伦·巴菲特他是怎么在50岁后赚取了他净资产的99%的吗？这是因为他明白真正的钱是通过复利赚来的。然而如果太容易花掉你的钱，这就无法实现，因为诱惑太大了。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把钱锁在某个可以增长的地方，但你不能只是把钱锁在银行账户里，因为银行的利息实在太低了。你需要把钱投到资产里面去，你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资产的类别，比如说投资房地产、国债或者是黄金。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投资在股票里面。我个人通过这个赚了10多万，但问题的是，现在年轻人梦想着开炫酷的跑车，但是对存钱这件事一点都不感兴趣。相信我，
赚到钱并不困难。所以在你赚到第一桶金之后，真正的游戏才刚刚开始。你能保住它，更重要的是，你能把它发展成一笔财富吗？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尽快把钱从你手中转移到投资中去。这就是我们年轻时候做的事情。我们定下规矩，永远不要卖出去我们持有的长期股票。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这些投资呢，每个月大概会给我们带来几千元的被动收入，这就意味着我们完全可以靠投资产生的收益生活。所以如果你想开始投资，那么首先要决定每个月投资多少收入。举个例子如果你每个月在低成本的指数基金上面投资250块钱，每年的平均回报大概10%的话，那么40年后你将拥有150万。当然，投资可能会涨，也有可能会跌。从中国 A 股上证50指数过去10年的表现来看，提供6%的年回报应该是可以实现的。第4个原则，克服恐惧，善用时间的优势。恐惧是阻止你变得富有的最大的障碍。你可能认为你害怕失败，然而实际上你可能更担心，如果你失败了，别人会如何评判你。我觉得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有梦想，但又太害怕冒险，不敢走出常规，因为大家都是被恐惧所束缚。然而承担并计算好风险是超越他人的唯一方式。想一想，如果你只是做着和大多数人一样的事情，那么你就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对吧？这些风险可能不会总是有回报，但幸运的是，在你年轻的时候你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时间。这就是你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了。如果你有这么多时间，你的恐惧水平应该是最低的。我记得当年我考虑辞掉我体制内工作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出来以后到底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当时我感到很恐惧。但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冒一个险，辞掉体制内的工作，自己出来创业。辞职的结果证明这是我做过的最好的决定。如果我让恐惧战胜了我，那么今天我就不会坐在这里了。这也适用于投资。当你年轻的时候你不要去想着投资债券和黄金，这些投资呢，其实更适合想要保护财富，而不想经历大的市场崩盘的老年人。如果他们的投资组合损失很大，他们没有几年的时间去等待它恢复，但是你有这就意味着你可以承担更多的风险，因为你在利用你的时间。有时候你就是要去尝试，不抓住机会可能会导致后悔。当你变老的时候，你可能会想知道，如果你当初做了不同的选择，你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承担风险的能力会越来越小，所以要勇于冒险。不用太担心可能会发生，或者是说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不要让自己说我真希望当时我做了这件事情，或者不要说我曾经有一个很棒的想法，但是我没有去做。只要你有时间，那么在你这边，失败真的不是什么坏事，你应该把它当做一种测试。大多数成功人士在取得成功之前，都失败过数百次。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成功只是你忍受和学习失败的回报而已。所以别担心和害怕了，要勇敢抓住机会。第5个原则，保持终身学习的心态。这就是著名的邓宁克鲁格效应曲线，它显示了我们的知识水平如何影响我们的信心。大多数人永远不会离开愚蠢之峰，这不是因为他们懒惰或者是愚蠢，而是因为他们的傲慢。他们认为财富靠运气，而实际上这是一个可以学习的技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学习和应用的过程。即使在我们现在已经30多岁了，我们仍然尽最大的努力去了解当前发生的事情，学习新出现的人工智能量化这让我们能够在同龄人之前发现一些机会。所以要尽可能长时间的保持一种学生的心态，要确保向那些走在你前面的人学习。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你不能直接跳到终点线，所以要学习并尊重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
即使现在每当我遇到新的朋友的时候，我都会挑战自己，向他们学习以前我不知道的东西，这帮助我保持谦逊。因为当你到我这个年纪，你依然会存在一些事情，你根本就不清楚。所以如果你养成了不断学习的习惯，我保证你会赚更多的钱。我们很多人都被告知要上学到18岁左右，然后选择一个好的大学，在那里待4年的时间，然后学习就结束了。所以这就意味着大多数的人在20多岁的时候就停止学习了。可是这种学习方法完全是错误的。世界进步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如果你想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那你就需要不断的给你的大脑更新软件，就像电脑一样。如果你不继续更新你的大脑，并保持它的一个清晰，那过时的知识就像是病毒一样，就会降低你的速度。上面讲完了5个原则，最后我再补充一点：扩展你的社交圈，结交富人。如果你想成为你家族中的第一个百万富翁，那么你需要做的就是打破贫穷循环。有研究说你可以通过与特定类型的人交往来提高你变得富有的机会。你猜是谁？那当然是富人了。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和富人交朋友就可以让你变得富有吗？原因可能和你猜的并不一样。研究发现每增加10%的富有的朋友，这个人参与股市的机会就会增加3%，存钱的机会就会增加5%，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在投资股市呢？事实上，每个人都应该学习这样做，但是他们被自己的影响圈所限制了。人们对于投资和开始副业感到很紧张，但是一旦他开始结交有能力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的人，并且能用简单的语言解释他们不理解的事情的时候，这就大大提高了他们变得富有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结交富人的朋友可以让自己变得富有的原因了。当然了，不是说你应该抛弃所有的老朋友，也不是说你应该仅仅因为某人富有就和他们成为朋友，也许只是改变一下你的思维，多看看这类的视频，你就会自然而然的与这类人成为朋友，而不必强迫自己做任何的事情。如果你已经看到视频的这个部分了，我相信你在生活中一定会成功。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从今天的视频中获得一点点价值的话，希望你能帮我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让他们跟你一起进步。谢谢你的观看，拜拜。拜拜。